今天我們不討論周公解夢到底準不準，我們只討論一個更奇怪的問題：為什麼一本不是周公寫的書，卻被中國人相信了2000年？更奇怪的是，他解釋的可能根本不是夢，而是每個人心裡最害怕面對的東西。如果周公真的知道未來，他為什麼不留下股票代碼，卻留下一本解夢書？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凌晨3點21分，你從一個噩夢裡驚醒，夢裡有一個看不清臉的人一直跟在你身後，你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麼追你，只知道無論你跑到哪裡，他都離你越來越近，直到你猛然睜開眼，房間一片漆黑，只有手機屏幕亮着刺眼的白光。你知道那只是一個夢，可你的手還是不由自主地點開搜索框，輸入了一句話：夢見被鬼追是什麼意思？你翻了一頁又一頁，希望找到一個答案，希望有人告訴你，這不是壞兆頭，你的人生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可是2000年前的人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他們沒有手機，沒有搜索框，更沒有百度一下人生起飞的按鈕。他們翻開的是一本叫《周公解夢》的古書，他們也想知道這個夢到底意味着什麼。但很少有人知道，周公解夢真正隱藏的秘密，並不是告訴你未來會發生什麼。它真正解釋的不是夢境本身，而是夢境為什麼會一次次擊中我們的恐懼。因為你以為你害怕的是夢裡的鬼，其實你害怕的是那個連白天的自己都不敢面對的人生。可有意思的是，這本書還有一個更大的秘密，為什麼後人偏偏要把周公这2個字放在說明最前面？因為在人類面對未知的時候，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個答案，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值得相信的答案。因为他們發現，一個人反覆做的夢，可能不是在提醒未來，而是在暴露一個秘密。你真正害怕的東西，早就在你心裡存在了。你可能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在周公解夢的世界裡，很多現實中最讓人恐懼的東西，到了夢裡就完全變了一個意思。你害怕死亡，可古人說夢見死亡反而可能代表新生。你害怕棺材，可古人說夢見棺材可能意味着升官發財。你害怕糞便，可古人卻認為夢見污穢之物反而可能預示財富到來。為什麼？難道古人真的相信越倒霉的事情越容易帶來好運嗎？如果只把它看成迷信，你可能會錯過古人真正觀察到的一件事。因為古人的解夢邏輯從來不是簡單的告訴你夢裡出現什麼，現實就會發生什麼，它背後隱藏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人真正恐懼的東西，往往正是自己內心最在意的東西，而夢只是把這種恐懼換了一種形式表現出來。1600多年前，東晉名士尹郝，他曾經對一個問題給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釋。有人問他，為什麼夢見棺材會被解釋成升官，夢見糞便反而被解釋成發財？尹郝一語點破世人執念。這句話出自《世說新語》，文學是魏晉名士看透功名後的通透見解。官本是臭，所以將得而夢官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屋。這句話聽起來荒誕，但仔細想，你會發現其中藏着一種非常深刻的人性洞察。按今天人的理解，這個解釋有點像，你夢見公司倒閉不一定是壞事，說不定是提醒你該創業了。官位是什麼？在古人眼裡，它並不是一個天然高貴的東西，它背後伴隨着權力、責任、爭鬥和風險。所以夢見棺材，並不是因為棺材真的能帶來官運，而是因為棺材這個死亡符號與權力背後的危險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對應。錢又是什麼？古人說錢如糞土，並不是說錢沒有價值，而是在提醒人，財富本身也是一種容易腐蝕人的東西，所以夢見污穢反而被解釋成財富靠近。你看，古人的智慧就在這裡。古人不是在解釋夢，他們是在給恐懼重新改名字。他們表面上是在解釋夢，實際上是在解釋人。一個人為什麼會夢見死亡？因為他害怕失去生命，害怕失去擁有的一切。一個人為什麼會夢見被拋棄？因為他渴望被認可，害怕被遺忘。一個人為什麼會夢見自己失敗？因為他太害怕失敗真的會發生。夢境裡出現的東西，很多時候不是未來的預告，而是內心壓力的一次洩露。
現代心理學中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夢境可能與現實中的壓力、情緒和記憶加工有關。當一個人在現實中長期壓抑某種情緒，大腦就會在睡眠中用另一種方式幫助自己釋放。白天你告訴自己沒關係，我還能堅持，可是到了晚上，那個被你壓下去的恐懼會換上一副陌生的面孔重新出現。你害怕失去工作，它可能變成夢裡有人追趕你；你害怕失去重要的人，它可能變成夢裡親人離開；你害怕自己不再被需要，它可能變成夢裡你站在人群中，卻沒有人認識你。所以，當古人說夢死的生，夢哭的喜，他們並不是單純的在玩文字遊戲，而是在用一種樸素的方式告訴人，不要被眼前的恐懼吞沒，因為你夢裡看到的災難，很多時候只是你內心正在經歷的一場風暴。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在深夜夢見自己失去了一切，醒來之後發現，最壞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他還擁有工作，擁有家人，擁有重新開始的機會，那一刻，他其實已經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緩衝。古人沒有現代心理諮詢，也沒有今天的大腦科學，但他們觀察了幾千年人的痛苦，發現了一個規律：人最害怕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那件事情。所以他們給恐懼重新命名，把死亡解釋為重生，把失去解釋為獲得，把崩塌解釋為轉機，讓人在面對未知時重新找回一點力量。這裡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周公解夢》真的只是一本安慰人的書，為什麼它能夠流傳2000年？為什麼無數人在最不安的時候依然會打開它尋找答案？因為它真正解決的並不是夢的問題，而是人類面對未知時最大的痛苦，人生失去的恐慌。如果你繼續往下看，會發現一個更奇怪的問題，這本書明明不是周公寫的，為什麼中國人卻願意相信它2000年？如果你仔細想過一個問題，就會發現周公解夢身上有一個最大的矛盾。今天流傳的周公解夢並不是周公旦親筆所著，那為什麼2000年來人們依然願意相信它？為什麼偏偏要把周公這2個字放在書名最前面？答案可能比解夢本身更有意思。因为人類面對未知的時候，最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值得相信的答案。周公旦是誰？他不是一個研究夢境的人，而是一個在混亂時代裡重新建立秩序的人。周公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因為他懂夢，而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秩序感。他制定禮制，建立規則，讓人們相信這個世界雖然充滿變化，但背後依然存在秩序。所以後世的人把周公2個字和穩定、智慧、判斷聯繫在了一起。如果今天有人創業失敗，他可能去看商業書，找投資人，研究趨勢。古人呢？他們可能先看看昨晚夢見了什麼。當古人夜裡從噩夢中驚醒，當他們面對疾病、戰爭、死亡、災難這些無法控制的事情時，他們需要一個足夠有分量的名字，告訴自己不要害怕，這件事是可以解釋的。於是周公成為了承載這種安全感的符號。周公解夢真正流傳下來的，並不是因為他真的能夠預測未來，而是因為他滿足了人類最古老的一種心理需求。人在面對未知的時候，總想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解釋。你會發現，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這種需求從來沒有消失。古人害怕戰亂和饑荒，所以他們尋找夢裡的預兆。現代人害怕失業、疾病、關係破裂，所以我們尋找各種預測未來的方法。區別只是工具變了，恐懼沒有變。以前的人翻開周公解夢，今天的人刷算法推薦，看星座分析，研究各種成功規律，背後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未來到底會發生什麼？而當一個人無法控制未來的時候，他就會本能地尋找某種確定感。所以周公解夢表面上是在解釋夢，實際上他記錄的是人類2000年來如何面對恐懼，如何安慰自己，如何在混亂的人生裡尋找一點確定性的過程。但如果你認為這本書只是一本安慰人的民間讀物，那你又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因為在他流傳下來的無數夢境解釋裡，隱藏着一個非常反直覺的規律：越讓人恐懼的夢，有時候越容易被解釋成好運。而這個規律背後，藏着古人對人心的深刻觀察。在流傳最廣的解夢典故裡，最著名的一個
莫過於飛熊於江上。這裡先分清史實，《史記》原文只是文王狩獵占卜，並無做夢情節。飛熊入夢是後世小說演繹，但這個故事流傳千年，藏着所有人低谷期共通的心理困境，值得深挖。這個故事很多人都聽過，但很少有人真正想過，它為什麼能夠流傳幾千年。商朝末年，天下大亂，周文王姬昌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7年。7年，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是人生中極長的一段時間。對於姬昌來說，更是如此。他曾經是西伯侯，是一方諸侯，可在羑里，他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自由，甚至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明天。最痛苦的，並不是身體上的囚禁，而是一個人明明看見天下正在改變，卻沒有力量改變任何事情。很多人真正崩潰的時刻，不是失敗，而是感覺自己已經失去了改變未來的可能。即使後來或是回到西岐，他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強大的商王朝。那時候的周文王擁有智慧，擁有理想，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現實。一個人最痛苦的時候，往往不是沒有夢想，而是夢想和現實之間隔着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就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據傳說，周文王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一隻長着翅膀的飛熊衝入自己的懷中。第二天醒來，他告訴身邊的人，這不是普通的夢，而是上天告訴他，將有一位真正的大賢來到身邊。後來，他在渭水邊遇到了80歲的姜子牙。這個老人沒有魚鈎，卻每天坐在那裡吹調。別人笑他痴心妄想，只有周文王看到了這個老人背後的價值。飛熊入夢於是成為後世認為的貴人降臨之兆。但如果我們跳出神話，從現代心理學和人生破局的角度去看，會發現這個夢真正重要的地方，並不是它是否真的預示了姜子牙出現，而是它改變了周文王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最黑暗的時候，一個人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機会，而是相信自己還能改變命運的能力。長期失敗，長期壓抑，長期沒有正反饋，會讓一個人慢慢進入一種狀態，他開始認為無論自己做什麼都不會有結果。心理學稱之為習得性無助。而周文王的這個夢，本質上就是一次心理上的重新啟動。他把一個象徵力量和突破的飛熊解釋成了希望的信號。他告訴自己，局面還沒有結束，我還有機會。當一個人重新相信自己還有可能，他的行為就會發生變化。他開始主動尋找機會，開始觀察身邊的人，開始做過去不敢做的決定。於是，姜子牙出現了。你看，真正改变命運的未必是那個夢，而是一個人在絕境中重新燃起的行動力。很多人以為貴人出現以後，人生才會改變，但現實往往是相反的。當你內心已經放棄的時候，貴人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見。當你重新相信自己還有未來的時候，你才有能力識別機會。周文王的飛熊之夢，不是告訴我們等待命運安排，而是在提醒我們，一個人的破局往往從重新定義自己開始。可是，周文王畢竟是歷史人物，對於普通人來說，我們沒有改變天下的機會，我們面對的更多是那些每天晚上反覆出現的小夢境，而這些夢可能比帝王的夢更接近真實的自己。那麼，這些看似荒誕的夢，古人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你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夢？你加班到深夜，終於躺下休息，可是夢裡你又回到了辦公室，電腦屏幕上是永遠處理不完的數據、表格和報表，系統不停提示錯誤，數字一次次重新變化。領導站在身後問你，這個問題到底什麼時候解決？你不停檢查，卻始終找不到錯誤在哪裡，直到最後你被自己的焦慮驚醒。這樣的夢，很多現代人都經歷過，尤其是那些每天面對壓力、責任和競爭的人，最害怕的並不是辛苦，而是害怕自己某一天突然失去掌控局面的能力。而周公解夢裡對於這種夢境的解釋卻非常奇怪。在一些傳統解夢文本裡，夢見賬目、計算這類內容常常有着和現實相反的解釋。夢見算賬，賬目越清楚，反而可能代表不吉；夢見賬目混亂，怎麼也算不清，反而可能預示好運。
很多人看到這裡會覺得荒唐，現實中賬算不清明明意味着麻煩，為什麼到了夢裡反而成了好事？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你會發現古人關注的不是賬本，而是人的心理狀態。一個人為什麼會在夢裡不停計算？因為他太害怕失去，他太渴望控制所有事情。現實中的他可能每天盯着數據變化，反復確認每一個細節，害怕一個小錯誤讓自己多年積累的一切突然失去。可能每天計算收入支出，害怕未來出現任何意外。可能把人生安排得密密麻麻，卻依然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全感。而夢裡那個算不清的賬，其實是在提醒他，你是不是已經被控制與困住了。古人認為，有時候算不清，反而意味着變化正在發生。因為真正擴大人生邊界的時候，你面對的必然不是一张簡單的賬本，而是一片複雜未知的世界。普通人可以計算一天的收入支出，卻無法計算人生未来10年的變化。你可以計劃今天做什麼，卻無法計劃5年後的世界是什麼樣。人生也是一樣，很多人痛苦，並不是因為沒有能力，而是因為他們試圖控制那些本來就無法控制的東西。古人甚至觀察到，一個人越忙碌，內心越容易失去方向。就像夢裡的螞蟻，看似一直在移動，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積累什麼。最可怕的不是一個人停下來，而是一個人忙了一輩子，卻從來沒有問過自己，我到底在趕往哪裡？所以，周公解夢真正想提醒你的，並不是夢裡的螞蟻會不會帶來財富，而是問你一句：你每天這麼忙，到底是在建設人生，還是只是在消耗自己？古人沒有現代心理學的名詞，卻早已經觀察到了一個規律：一個人越想掌控一切，內心往往越容易失序。真正強大的人，不是能夠預測所有變化的人，而是在变化發生之後，依然能夠調整自己的人。所以，當你下一次夢見混亂、失敗、失控的時候，不要急着問，這是不是一個壞預兆？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我的內心到底在害怕什麼？因為夢真正揭示的，從來不是未來，而是那個連白天的你都不願面對的自己。2000年前，還有一個關於夢的故事，比飛熊入夢更加奇妙。它沒有預示財富，也沒有預示權力，更沒有告訴一個人未來會發生什麼。它只是留下了一個讓後世爭論了2000年的問題。莊周有一天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夢裡的他自由自在，在天地之間飛舞。他不知道自己是莊周，還是一隻快樂的蝴蝶。等他醒來以後，他突然產生了一個疑問：究竟是我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周？這個問題聽起來像哲學遊戲，但它真正擊中的是人類面對現實最大的困惑：我們看到的世界，真的就是全部真實嗎？我們以為自己掌控人生，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被自己的認知限制。白天的我們被身份、責任、壓力包圍。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的選擇到底對不對？這些問題其實和莊周面對的問題一樣。夢真正有價值的地方，不是告訴你未來會發生什麼，而是讓你重新觀察現在的自己。當一個人開始懷疑自己過去堅信的一切，他才真正開始成長。而更奇妙的是，人類不僅會把希望放進夢裡，也會把最恐懼的東西重新解釋成希望。在周公解夢中，有一個現象讓很多現代人覺得不可理解：死亡為什麼可以代表新生？棺材為什麼反而常被解釋成升官發財？夢見自己失去某樣東西，古人卻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好兆頭。這些看似矛盾的解釋，背後藏着一個更深的人性秘密。因為人類最害怕的，從來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知道事情意味着什麼。你夢見親人離開，醒來的那一刻，心裡產生的恐懼，不只是害怕失去這個人，而是害怕自己無法面對未來。你夢見自己掉進黑暗裡，真正讓你不安的，也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之後有沒有出口。所以，古人在面对這些無法解釋的恐懼時，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方法，重新賦予它意義。棺材本來象徵死亡，可是古人把它解釋成棺和財，把一個令人害怕的符號轉化成一個充滿希望的象徵。
這裡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夢，而是人的內心。當你認為一件事代表災難，你會恐懼；當你認為一件事可能隱藏着機會，你就能繼續面對。就像現實中的很多經歷一樣，同樣一次失敗，有人認為我的人生完了，有人卻認為這是逼我改變方向的機會。同樣一次失去，有人陷入絕望，有人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事情本身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你看待它的方式。而周公解夢流傳千年的原因，也正是在這裡。它並不是簡單告訴古人這個夢好，那個夢壞，它更像是一種古老的心理安慰機制。當一個人在深夜醒來，被一個可怕的夢驚醒時，他試圖幫這個人完成一次心理轉換，把恐懼變成理解，把混亂變成秩序，把無法控制的人生重新放回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裡。但問題又来了，如果夢可以被解釋，那麼誰來決定這個解釋是什麼？誰擁有定義夢境意義的權利？這個問題在古代最高權力者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史記》中記載，劉邦的出生傳說裡，他的母親劉媪曾在大澤旁休息，夢中遇神，後來有孕。後人不斷強化這個故事，把它塑造成天命降臨的證據。劉邦不是普通人，他是被上天選擇的人。今天一些焦慮營銷、運勢內容和古代帝王借助天命敘事有着相似的心理邏輯，都是在用一個更大的力量來解釋現實。一個普通人的夢只影響自己，一個帝王的夢卻可能影響一個時代。普通人做夢希望得到一個答案，帝王做夢希望得到一個公告。為什麼？因為解釋權改變了。一個普通人的夢可能只是個人情緒的投射，但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可以讓一個夢變成象徵，讓一個故事變成信念，讓無數人相信某種秩序是合理的。這也是為什麼古代帝王特別重視夢，因為夢連接着一個看不見的世界，而掌握解釋夢的人就擁有了一部分解釋現實的能力。但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和帝王看似完全不同，卻有一個共同點：帝王需要夢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未來，普通人需要夢是為了安慰自己的現在。一個人在深夜搜索這個夢意味着什麼，表面上是在尋找答案，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確定感。因為人類最難承受的從來不是壞結果，而是不知道結果會是什麼。今天的人也會尋找各種各樣的確定感，有人看星座，有人研究運勢，有人尋找成功公式，有人不斷學習新的方法，希望提前知道未来的方向。工具变了，但背後的心理沒有变。我們都希望在無法掌控的人生裡找到一點確定。20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科技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卻沒有改變人類面對未知時的恐懼。所以，周公解夢真正隱藏的秘密，也許從來不是如何預測未來，而是為什麼人在面對未來的時候，總需要創造一個解釋。而當你看懂這一點，你才會發現，那些看似荒誕的夢境背後，藏着的其實不是鬼神，而是每個人內心深處對確定、希望和掌控感的渴望。可怕的是，2000年過去，我們以為自己已經擺脫了古人的恐懼，但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我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尋找答案。古人翻開周公解夢，現代人打開搜索框，研究規律，尋找方法。工具變了，但人面对未知時的那份不安沒有變。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連續幾天身體出現一點異常，你明知道體檢報告還沒有出來，可你的手已經不受控制地打開搜索軟件。一個看不懂的指標，一次偶然的不舒服，都能讓你搜索幾個小時，把最壞的結果提前想象一遍。直到體檢報告出來，醫生說沒事，你才長長鬆了一口氣。可是在那一夜，你已經經歷了一場心理上的災難。真正折磨你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大腦制造出來的无數可能性。一個中年人看到體檢報告上的一個異常指標，醫生還沒有下結論，他已經開始搜索各種疾病症狀。一個父母看到孩子成績下降一次，就開始擔心孩子未來的人生。一個創業者連續幾天沒有訂單，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選擇了一條錯誤的路。你會發現，現代人的很多痛苦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我們無法接受未來的不確定，所以我們不斷尋找解釋。古人問：這個夢意味着什麼？現代人問：這個信號是不是代表什麼？表面上問題不同，本質上卻完全一樣。我們都希望有人告訴自己，不要害怕，一切還有轉圜的餘地。但這裡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如果夢不是未來的預告，那為什麼它總是如此準確地擊中我們的恐懼？為什麼有些夢醒來以後，會讓我們一整天都無法平靜？答案就在下一層秘密裡。夢真正提醒你的，從來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你內心已經被忽略很久的聲音。可更讓人意外的是，有些夢之所以讓我們多年无法忘記，並不是因為它預示了什麼，而是因為它說出了一個連我們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事實。更讓人意外的是，我們以為现代人已經比古人更理性，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恐懼。2000年前的人害怕戰爭、疾病、死亡，所以他們夢見鬼怪、災難和失去。而今天的人生活在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卻依然會被另一種未知追趕。還記得那個凌晨3點21分被噩夢驚醒的人嗎？天亮以後，他以為那個夢已經過去了，可是他慢慢發現，真正追趕他的東西並沒有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出現在生活裡。古人害怕鬼怪，是因為不知道死亡之後是什麼；今天的人害怕失去，是因為不知道未来之後還有沒有自己的位置。有人夢見自己一直在逃跑，卻不知道身後追來的是什麼。醒來以後，他才發現自己害怕的不是夢裡的那個影子，而是現實中那些无法解決的問題。可能是工作压力，可能是年齡增長，可能是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很多成年人，最深的恐懼並不是失敗，而是有一天自己突然变得不再重要。一個人在公司工作了10幾年，熟悉所有流程，解決所有問題，別人遇到困難都会想到他。可是某一天，他發現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用新的工具，用新的方法，一晚上完成了過去幾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一刻，他真正害怕的不是技術，而是一個更深的問題：如果有一天我过去引以為傲的能力不再稀缺，我還剩下什麼？其實，這種恐懼2000年前的人也經歷過。列子裡有一個著名故事叫杞人憂天。那個杞國人每天擔心天空會塌下來，大地會陷下去，因此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很多人笑他想太多，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他真正害怕的並不是天空，而是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未來。今天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古人擔心天空掉下來，今天的人擔心行業消失，工作消失，關係改變，身體出現問題。我們只是換了一片天空。還有一種夢，很多人做過，卻最難面對，夢見已經離開的人重新出現。有人夢見去世的父母，有人夢見曾經深愛的人，有人夢見再也見不到的朋友。夢裡的他們和過去一樣，坐在那裡和你說話，對你微笑。可是當你醒來，你才發現那些熟悉的人已經無法回到現實。這個夢真正刺痛你的，並不是夢本身，而是它提醒你，人生一直在變化，有些東西終究會離開。就像江淹夢筆的故事一樣，年輕時候的江淹才華橫溢，傳說他曾夢見一位神人送給他一支五彩筆，從此文思泉湧，寫下許多佳作。可是後來他又夢見那個人回來，把筆收了回去，於是才華逐漸衰退，留下江郎才盡的傳說。如果把它看成神話，它只是一個關於才華消失的故事。但如果從人的內心來看，它其實說出了每一個成年人都會害怕的問題：有一天我不再優秀怎麼辦？有一天我不再被需要怎麼辦？有一天曾經讓我驕傲的東西突然失效怎麼辦？古人叫江郎才盡，今天很多人叫我的黃金年齡是不是結束了？所以很多夢並不是在告訴我們未來會失去什麼，而是在提醒我們，我們正在害怕失去什麼。你會發現，無論是夢見被追趕，還是夢見考試失敗，或者夢見重要的人離開，這些夢真正揭示的都不是未来發生什麼，而是現在的你正在承受什麼。夢像一封來自內心深處的信，只是很多時候我們白天太忙，沒有時間打開它。
2000年前的人翻開周公解夢，想知道夢是不是在提醒未來。今天的人搜索答案，研究規律，尋找方法，也是想提前知道人生會走向哪裡。但真正的問題一直沒有改變，為什麼我們如此害怕未知？為什麼一個夢能夠讓我們恐懼到深夜醒來？因為夢真正暴露的從來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我們內心那些長期被忽略的恐懼。而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終於看見了這些恐懼，我們到底該如何面對它？古人想知道夢會不會預示未來，而今天的人想知道人生會不會失控。2000年過去，人類改變的只是尋找答案的方式，沒有改變的是對未知的恐懼。這也是周公解夢留給現代人的最後一個答案。那個凌晨3點21分被噩夢驚醒的人，第二天早上還是像往常一樣起床了。鬧鐘響起，他睜開眼睛，看着窗外逐漸亮起來的天空，第一反應不是想起那個夢，而是拿起手機查看消息。工作群裡有新的通知，郵箱裡有新的郵件，生活依然像過去每一天一樣繼續向前。可是奇怪的是，那個夢留下來的不安卻沒有隨着天亮消失。他開始回想，為什麼一個夢會讓自己恐懼到半夜醒來？為什麼明明知道它不是真的，心裡卻依然會產生那麼強烈的反應？過去的他遇到這樣的事情，第一件事一定是打開搜索框，尋找一個解釋。他想知道這個夢到底是吉還是凶，想知道未來會不會發生什麼，想知道有沒有一句話能夠讓自己安心。但這一次，他突然意識到，也許自己真正需要尋找的並不是這個夢的答案，而是那個被夢暴露出來的問題。那個追趕自己的影子到底是什麼？也許不是鬼怪，而是長期積累的壓力；也許不是未知的災難，而是自己一直不敢面對的不安。很多時候，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不斷向外尋找答案，卻忘記回頭看看自己的內心。我們不停尋找預兆，其實是在尋找一種保證，保證工作不會消失，保證關係不會離開，保證未來不會失控。我們害怕失去工作，於是拼命追求穩定；我們害怕被別人否定，於是不斷證明自己；我們害怕未來無法掌控，於是試圖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毫無漏洞。但最後我們會發現，真正消耗我們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們和恐懼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如果永遠想消滅所有不確定，他的人生一定會越來越疲憊。因為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真正的確定，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的事業永遠順利，沒有人能夠保證重要的人永遠陪伴身邊，沒有人能夠保證明天一定按照自己的計劃發生。古人面對未知的時候，選擇給恐懼一個解釋。現代人面對未知的時候，也應該學會給自己一個理解。真正面對一個反覆出現的恐懼，不是尋找答案，而是做3件事。第一，停止尋找預兆，不要再問這個夢是不是代表什麼，改問最近什麼事情讓我如此不安。第二，記錄恐懼來源。你夢見失敗，不一定害怕失敗，你可能害怕的是沒有收入，沒有價值，沒有選擇。第三，建立現實中的確定感。當未來無法控制時，就控制今天。完成一個小目標，整理一個空間，學習一個技能，做一個真正能改變現實的小動作。因為人重新獲得力量，不是因為知道未來，而是因為相信自己能夠面对未来。所謂清醒，並不是從此以後不再害怕，而是當害怕出現的時候，你知道它来自哪裡。你可以承認自己的脆弱，可以接受自己的焦慮，可以允許自己在人生某些階段迷茫，但你不会再被它控制。就像周文王在最黑暗的時候，把一個夢理解成希望；就像古人把死亡解釋成新生，把失去解釋成轉機。真正改變人的，從來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在面對事情時選擇相信什麼。一個失敗的人，如果認為失敗證明自己沒有價值，他會越来越沉下去；但如果他認為失敗是在提醒自己調整方向，他就可能重新站起來。一次失去，如果被理解成終點，它會摧毀一個人；如果被理解成人生重新開始的機會，它也可能成為一個人的轉折點。所以周公解夢流傳2000年，真正留下來的智慧，不是告訴人們某個夢一定代表什麼，而是在提醒我們，
人生最大的困境，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发生了，而是我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它。當你能夠重新解釋自己的經歷，你就擁有了改變人生方向的力量。因為真正的破局，從來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在未來沒有確定答案的時候，依然能夠做出正確選擇。你不需要等待一個夢告訴你未來，也不需要等待一個答案消除所有恐懼，因為真正能夠陪伴你穿越未知的，不是預測未來的能力，而是面對未來的能力。而當你終於不再急着尋找一個好兆頭，而開始理解自己的內心時，你才真正走出了夢境。現在，讓我們再回到那個凌晨3點21分。那個房間依然漆黑，窗外依然安靜，手機屏幕依然亮起刺眼的白光。只是這一次，如果那個從噩夢中醒來的人再次打開搜索框，他可能不會急着輸入夢見被鬼追是什麼意思，他也許會停頓一下，然後問自己，為什麼這個夢會讓我如此害怕？因為他終於明白，自己真正想解開的從來不是一個夢，而是藏在夢背後的自己。那個害怕失去工作的人，那個害怕被淘汰的人，那個害怕努力沒有結果的人。當你終於看懂自己的恐懼，你就不再需要一個夢告訴你未來。因為真正的清醒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在未来沒有答案的時候，依然有能力面對它。周公解夢真正留下的不是預測未来的方法，而是在未知面前重新理解自己的能力。我們無法提前知道人生會遇見什麼，但我們可以決定，當未知到來的時候，以什麼樣的自己去面對它。這也是周公解夢留給今天的人的最後提醒。如果你也曾在人生某個階段被焦慮困住，被未知困擾，希望清醒破局接下來的內容能夠陪你一起看懂那些隱藏在人性、歷史和經典裡的答案。如果你喜歡這種從古書裡尋找現實智慧的內容，歡迎關注清醒破局。下一期，我們繼續從一本被誤解千年的經典裡尋找那些能夠改變人生的清醒力量。